台湾第一点。这一批狗应该已经是你们已经训练到它对人有相当的信任程度。听得懂指令了。来，布兰妮，在我这里，而且它很酷哎，它会看你眼睛，它会看你眼睛。你领养了几只狗？大概15只。15只。对抗什么？猴子。看到。绿鬣蜥它没有被消灭，而且从嘉义现在一路蔓延到南台湾，甚至到屏东都有。对，大，真的很大。这里，下来了。流浪狗的问题在台湾呢，已经行之有年了。现在有一群人在燕巢这边，他们想到一种方法，可以让流浪狗发挥它们原本该有的特性，让狗狗们呢得到最好的照顾。我们来去看看是什么方法。流浪狗的问题一直都困扰着整个社会。早期为了解决流浪狗收容的问题，政府会用所谓12页的规定，让没人领养的狗安乐死。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在引起社会反弹后就废除了，但是流浪狗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政府现在与保护动物协会合作推进“狗来富”计划，成效如何呢？来去看看。每天都会有这样的狗进来？不一定，大概多久会有一次？偶尔1-2天就会有。1-2天，那最多的量有几只狗？从0到10几都有可能。10几只都有可能。都有可能。这看起来感觉就是有人养吗？有些是，但是你没办法证明它是人养的。哦，哎，流浪狗它不应该是流浪狗的，你不要弃养就不会有流浪狗。那当流浪狗到了外面了以后，它在没有节育的状况下，它又去生，它就生了更多的流浪狗。现在我们这个流程就是我们进来的狗，我们去分大小，然后公母，对，好，然后再看它的健康状况，对，好，然后我们再去做分老。像我们这边的狗，它有分公母大小，对，来分，好，要不然大的一定欺负小的，对，一定是这样。公母在一起那又更麻烦，对，它公母在一起，我就怕它对更麻烦，不该有动作出来，更麻烦。好，因为它是流浪犬，所以我们要尽量不要让它很紧张，这样布局。那我们也会去做晶片扫，会遮住晶片。有找到是吗？这就有找到晶片，有找到，对啊。那像有晶片，我们去查说它是不是有的。对，可能走失了，它可能要再带回去。要带回去。所以这个是有的，有找到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只，小心啊。好。其实我觉得第二只看完第一只，第二只也大概懂了。这差不多每天的对，他大概就知道他要干嘛了。那等一下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动作，就是那个驱虫跟打第一秒。没有晶片。像这个就没有晶片。除了要仔细的检查它们身上有没有植晶片，送来的流浪狗如果没有受伤的话，兽医就会先帮它们用药消毒除虫，然后依照体型大小送进不同的狗舍里面。好，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什么是狗来富计划吧。学长你好，你好。我们现在知道说，有听说你们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对待流浪动物，而且现在流浪狗的问题在台湾是越来越严重了。其实解了20多年都还是没办法，问题还在。他们第一个跟我们讲，就是收容所太多的狗了啦，满的。等一下你看，就大部分都一大堆狗。流浪狗本身它是家犬，它为什么从家犬变成了流浪狗？就好像你每天在家里，你本来是在有一个家的人。但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你被丢到了一个你完全陌生的环境，然后你在陌生的环境里，你反而要自食其力，
你连语言都不相通。我很想问问说，如果你今天到了这样的状况，你自己是什么感觉？你再来去问问这只流浪狗，它是什么感觉？因为你们感觉绝对是一样的。我们如果说你让人家认养1只2只，可能太慢了一点。我们是不是一次可以它50只100只把它认养出去？所以我们就送到我们叫做狗来户家园。我们一般会找到农民，因为农民土地比较大。那好，他们来帮助我们养的这些狗，然后也能够得到他拥有报酬。那也会照顾他的农产品。那卖不出去，我们又帮你把它卖出去。我们不只是帮助狗，希望回归到人的身上。所以简单来说，整个计划就是帮狗狗们找到工作。因为对山区的果农来说，最头痛的就是猴子。一支狗狗军团除了可以帮忙赶走猴子，也能缓解犬只过多的问题。但狗军团在送出去之前，还是要有新兵训练要做呢。哇，这里应该是我看过最干净的动物收容中心了。为什么还要有一个笼狗？什么叫笼狗？笼狗的话，有点像去学校上课的时候，第一次去陌生的小朋友，他们一定会害怕嘛。对，老师就会去担任这一个辅导的角色，去融合他们互相的熟悉对方。他自己会在里面去找出一个他最好的位置，跟最好跟其他狗狗相处的方式。对，没错。是在笼之前，我们在个别挑选犬区的，就犬只的时候，我们会先以它的个性、体型、大小。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它有些是已经融合好的了，我们就可以放出来，再做其他的训练吗？可以。但我们要再帮他们做基础训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怎么可以拿出来的？我让狗出来第一件事情干嘛？你知道吗？大便尿尿，你信不信？那像这样已经大到一定的大小的程度了，我们要怎么跟他沟通？他是可以给他一个指令，他会回来的那一种。首先，其实我们都是要以牵绳下去做训练，因为你得先让他习惯在脚边。过来，尼克。对，那是不是刚开始狗当你牵到的瞬间，它会很失控？对。那所以呢，我们拉的方式，我们一定要拉紧它，告诉它，当你要做什么的时候，是有人牵制住你的行为。那刚开始一定它都会一直动，所以我们就会透过手腕的方式，因为这种叫做训练的P字绳。那所以这个绳子呢，其实呢，当它如果是稳定性高的时候，它是松的；但是当你看它想乱跑的时候，拉起来就是紧的。对，那所以首先可以让它在你的旁边。狗军团的训练也许不像军犬、警犬甚至导盲犬这么麻烦，但是就像人类的军队一样，狗军团的成员也必须具备有稳定性跟团队性，当然还必须要重新回到信任人类的状态。听说你们这边已经有一些是训好的，对，有一些现在是已经融合好，他们就是小孩听得懂人话了。对，已经学过1+1、2+2，对，分分的那一种。好啊，那我们来去看看。我们要再强化一下。好啊，那我们一起。OK， 来看。我们要训练的狗狗们，所以他们都是已经教好了。他们是已经有一些基础概念在，但我们来再帮他们复习一下。他们现在相当已经都比刚刚的，就是在笼狗区刚出来的狗应该稳定很多。对，稳定很多，这是学长姐们。这一批狗应该已经是你们已经训练到它对人有相当的信任程度，对不对？它只要不怕人，因为狗都是因为害怕而攻击。对。所以它只要不怕人，你就好教了。对，他们 CP 是都亲人，然后也比较亲狗一点，一些基础的训练他们也都听得懂指令了。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帮他们复习一下指令，好啊，包含一个握手的动作。好啊。问你一个问题哦，握手这个动作，你觉得是取悦人类，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纯粹是主人自己开心吧。当然不是。好，我跟你解释一下，我们这里握手这个动作啊，是因为狗狗它们如果到家园之后，要去看医生的时候，它第一次碰到医生这种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就像消毒水的味道，他们会害怕。对。但因为狗去看医生跟人不一样，人会跟医生讲说我哪里不舒服，哪里痛，但狗它们不会讲话嘛，对，所以他们要体检的时候必须先抽血。先抽血这个动作，他们就会做到握手的动作出来。OK， 所以现在你有哪一只是它可以叫得来的？
布朗尼，我们先来试看看。好啊，他比较亲人一点，也听得懂自己的名字。那我们先试试看叫布朗尼的名字，看他会不会奔向你。来，布朗尼，在我这里。哦，爱吃的狗哎，所以贪吃狗就好教哎，对不对？贪吃的狗很好教。哦，好，那你坐下呀，对，棒。然后，我觉得狗很聪明，会爱吃的狗就很能弄。它可以等至少10秒以上。而且它很酷诶，它会看你，它会看你眼睛，它会看你眼睛，我觉得很好。就是说，我自己的观念是，你如果跟一个，不管你是跟人，反正你跟动物的沟通，我就是靠眼睛，靠眼神交流。对，有没有 ？OK， 可以。你看到我眼睛，我就给你。它会不会趴下？会哦，会。趴下很简单，趴下来。不然你让它在这。来试试，趴下。好棒。好棒。还有嘞。来，我们再来。糯米。托米，托米，你会做吗？好，有，还是要看眼睛，看到我眼睛才给你。所以你们这样要花多久时间可以把狗教到像现在这样子？它完全不怕人，它在吃东西，你怎么摸它，它对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也不会攻击你。要教到这样。训练的时间主要还是要看他们的资质。那如果说他去，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狗来富这样的计划呢？是，我们要收集到30只。20只就可以收集到20只就可以准备出门了。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出去的了吗？有，我们现在已经出去了。那明天刚好要去那个家园做探访。OK， 我们要一起去吗？好啊，那我们明天可以去。明天一起去。好，这一天跟着这群志工，沿着南横公路往中央山脉前进，最后来到了高雄最东边的桃园区。这里的果农主要是种芒果，又香又甜的芒果人人爱，猴子当然也爱。所以这个地方的猴害也就特别厉害。在协会的人员评估过后，决定让这里的一位果农成为这群狗军团的落脚之处，是他们的果园。对，这边我们你好，大哥，你好，高里长。你领养了几只狗？大概15只。15只？对，15只。就帮你管果园。对。你果园多大？大概6分多。6分多，15只够管6分多哦。应该是不够，可能我还在继续再请他们再养10只进来。所以很好用，对不对？对，真的很好。是对抗什么？猴子。期待我们平常如果遇到驱赶猴子的时候，它的这个声音很大。谁要去捡 GoPro 啊？待完第1点。而且用狗其实比较方便，我觉得也是生态防治的一部分。对，而且不需要用药，不用吓它们，也不会被猎杀，也可以保护猴子们。呵哦。好啊，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好不好？好，我们里面请。猴害不只发生在桃园山区，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发生过。被人类喂养习惯的猴子们越来越凶恶，攻击事件也层出不穷。据说为了保护农产品，农民会架设电网，不定时打竹筒炮，甚至用鸡蛋来威吓猴子。但让狗军团来处理，似乎是不错的选择。狗笼都在里面，还有5只我现在放在外面，就是驱赶猴。它不会一次全部放出来啊？50只，我刚刚认养，所以我现在说怕它会跑掉是这样，而且我跟它放一个铁丝，让它在跑。我懂。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来是要做。我们来做探访，我会用点名表，然后去看每一只狗狗它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我会去触摸它们有没有长肿瘤、受伤，还是哪边不了解，所以会再帮他们拍照。所以你要它好，那你就把它送去它该送去的地方，反而可以安置，而且在疾病上也不会有问题，它也被控制在健康的情况下。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这样的方法，会比较好。
还不错，有一些变胖的要注意一下他们的食量哦。不然太胖怕赶不动猴子。好，没问题。所以那你说刚刚说你现在有几只已经放在外面？大概5只。 5只是你之前就有领养的？没有，这个是我们领养过来，然后我就放出去的。哦，就放出它现在在哪边？你照那边有到3只，上面有2只。啊，他们是自己可以是在里面自由跑。对，因为我有放链条，我有放比较长的铁丝，让他们这样可以来回。轨道的概念。哦，轨道的概念。让他们这样跑。之前我还没养果之前，这个芒果大概都吃一半。哦，吃一半，吃一半，真的是我们农人。然后就咬一颗就丢掉。就咬一颗就吃了又丢掉。带着吃了就丢掉。然后我自从动保团体打电话给我之后，我认为这个他帮我说要养狗然后我们又有个代养费，代养费的部分，这个补充可以帮忙驱赶猴子，对，也可以保护我们的果树不要被猴子吃。哦，好啊，然后我们过去看一下。呀，农民一定气条牛气到不行。当农民们，你有果园，你在你家的地，然后猴子冲进来，把你的果园里的果实咬了一口丢掉，这就是一个冲突啊。这个猴子吃过的，猴子在哪里？他吃的袋子都在地上，都是他吃的。对，都是他吃的。他吃了就给你丢地上。对啊，咬一口就丢地上。但这个都是袋子都是他们这种啊。你看这个，这算什么？这算你这里的治安死角吧？对啊。他就给你这样剥一剥啊，不好吃就给你丢着呢哈。丢着，就是卖相就不好，就卖不出去。这跟我们在果菜市场的方式不太一样，果菜市场哪有可能让你试咬啦，对不对？但你们也困扰哈。对，这种哇很糟糕。啊，这不是也是你们里面吗？啊，这里为什么没有狗？我本来有放，因为放外面，我怕有时候怕狗跑掉，还有说目前现在还没放到这边，就放那边靠近狗笼的地方。它旁边不是你都有围铁网吗？我还以为是狗会放着，让它自己在果园里跑。这个土地因为我刚养不稳定，对，不稳定，我怕它钻狗笼钻出去就不回来了。像有一只就是跑出去没有回来了，自己挖洞挖出去，越狱就对了。对啊，就没有回来了。那这大概要放多久？你觉得它才可以说它会把这里当成一个就是栖息地家？它自己都会在这里面活动。因为狗啦，我认为是八个月，要8个月以上，就是我们中途养的嘛，不是从小来，不是从小，对。那它对我们还是很怕我们。像我现在在养的还有2只，到现在还是很怕我。很怕。对，它也不敢靠近这样，其他都戒心比较高了。对。哦，但是你说有狗在，你就把那个狗绑在这个怎么讲？你的围栏旁边，在这一区就没有，对啊，那边都没有套袋，都没有袋子掉在地上，对，只有这一区有，对，所以这里算是你这果园的治安死角，对，死角，所以他们就会跑来这里，哇，好酷哦！所以你看，流浪狗对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帮助，只是你怎么使用，对。其实，不管是猴害还是流浪狗的问题，说穿了都是人类造成的状况。而在全台湾更严重的外来种生物危害本土自然生态的大问题，也是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这一片是巴掌溪，它这个栖息地是这附近数量是最多的。对，哇塞！这边有只大的，哦，在这，对啦！之前我们台湾第一等已经去嘉义跟嘉义大学猎捕过绿鬣蜥，你以为绿鬣蜥这样它就被消灭了吗？听说它没有被消灭，而且它狡猾程度增强，战斗值增强，地域性增强，从嘉义现在一路蔓延到南台湾，甚至到屏东都有，而且它战斗力好像又变高了，它爬到了很高的树上，你用套索已经套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来到台南，找到一位达人，他可以用他的方法，就算你在树上，他还是有办法消灭你。我们来去看看。超近。对。
抓到！移除人生物交给我。哎呦，哇塞！哎，那个，哎，这是你军火库吗？没有，很多人这样讲哎。对啊，对，你是用这个在移除绿鬣蜥？其实我们有分成几个项目，就是说。移除是移除，练习是练习，练习是练习，其实看起来都蛮像玩具的。但我以前也有玩生存游戏嘛，我就军事迷，你知道吗？我以前会收集模型枪，cosplay，对，来，接下来这个可能就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啦，漆弹分成软弹跟冬季弹，这是冬季的，这个是冬季弹，所以它捏起来是比较硬的，会比较厚。对，这个子弹呢，你的枪出去，它才不会在你的管里面爆开。其实我们一枪都两用嘛，像这个在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可以做对战。但是我们平常如果遇到驱赶猴子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驱赶。所以现在这个环境就是发生，这个算是最温和的手段，因为它这个的出速不高。对，它打出去，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现场试试看。这个我们等一下现在做一个练习，大概知道为什么我们拿它来驱赶猴子，因为它的这个声音很大。OK， 那再来的话就是它的一些安全措施啊，一样，其实我们有枪口套要保护它。好，那打开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射击了。它这边是保险，按下去就开，好，这边是关。我们今天目标就是打前面这一个靶的上面那一颗就好了，因为它的出速其实不快，所以它下坠蛮快的。你先打。你是瞄上面打到下面的？我瞄下面呢。哎呀，准不准？很准吧？这一枪超准的，这一枪1万多，超准的。我超准的，我跟你讲，我很准的啦。谁要去捡 GoPro 啊？还有就是 BB 枪，BB 枪，台湾其实是 BB 枪制造最大国。是啊，对，所以说其实 BB 枪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练习运动工具。BB 枪它有一个重点是在于练习，像这个就是电子靶，这个电子靶它会自己翘起来，对，然后它会翘起来之后，你就是依序把这个目标打掉。对，那这个场地也是可以对战啊，但我们今天就是用它来让你感受一下移除的时候，是有1-2只跑出来，你要蹦速度的感觉。好，因为说它是成群结队的，对，所以说我们就会需要快速的去做变动瞄准，我们就会透过这样去做练习。懂了，试试看，可以先看一下后面，来开始。够的时候我就进去，对，等下够的时候你就直接进去。以我之前跟嘉义大学他们去打绿鬣蜥的经验，他们会在树梢。哪里？看到了！终于是小的。台湾第1点。这么近，这么近！哦，结束。你觉得怎么样？换你，换我是不是？好，换我是。小心你的脚，你的鞋带没有绑啊！鞋带，你的不是啦，你东西掉了啦，你站太高了，太高。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你的 GoPro 会挡到，对不对？13秒快我4秒，我是不是 GoPro 挡到？对，这个是 GoPro 挡你的视距。你拆掉打应该更快了。真的拆掉打会更快。对。整整快3秒。对，有差吧？有差。这边其实就是属于叫做水弹枪，因为它的这个子弹啊，它就是这种你一捏就会破掉的。对，那这种的话打在身上相对就比较不痛，超级轻，没有？这是塑胶，完全的塑胶。这枪可能比我还脆弱吧？对，所以它其实就断掉了。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像我们有很多国中啊，或者是学校，他们的团体来报名，继续用这个会比较最安全。要来跟教练对战。好了，那预备了，10秒。好。
哎，很好玩哎。哎，我短短这边起立蹲下，好像做深蹲哦。对，然后它这个打到，你现在看这边哦，它可能有一点点红，但是你3个小时后就没了。哦，我没有，我刚被你打到，还好啊，没什么感觉。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玩具，然后很适合国中、国幼稚园在打。哦，不错。我没有被打到。有。你有被打到吗？也有。你不很痛啊？不会。它这个是属于低后坐力又可以进行运动的水灯枪。这边都还算玩具。都还算玩具。那这个呢？这个的话，它就会稍微的强一点了。哇，可以看一下吗？可以。哎，这个就分量就不一样了。有分量的。对，他被检举了大概3次，所以他已经送去警察局送了3次，总共快半年没有回来。哦，真的哦，就很麻烦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被送验过后的这个标签 mark。我们在台湾的法定的交耳数大概是20嘛，20交耳，20交耳。我们啦，毕竟移除这个东西，你要嘛就是有效的去把它击晕，对，那我们就会把它的威力调在18。法定合可的范围一定的。那18左右的话呢，其实因为它的子弹是大颗的，它的撞击力比较强，所以就会有撞晕的效果。这个是额外再去弄上去的，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要去做移除什么，其实是这个水转是为了是为了要避险，你不要让。如果没有这个水转，你全黑的话是会有点可怕，蛮像真的。对，而且它声音又大。那就 OK， 好，保险没有开 ，OK， 好，我们先试着打蓝色的筒子。哇，你的有感觉吗？感觉不太一样哎，而且你看不到东西，对不对？你只看到叮了一声，我只看到一个就是烟雾弥漫。好，你打到它的左边一点点。对，所以我现在 OK， 我先打2元。好，来试试看。哎，没打到。哎，2元跳起来了，来，琪琪跟弟弟，来这一个，没有 ，OK。你先把保险关起来。你会怕哦。对，所以你知道，就是有时候这个其实是真的，所以它这个是需要执照的。这个不用，这也不用执照，不用。归类来讲，它算是玩具。OK， 但是如果说要，比如说像你要移除绿鬣蜥，那必须还是要农业局去申请，说我要用这个东西去打绿鬣蜥。哦，像我们是不行，一般人是没有办法这么做的，因为它还是有法规限制。对。而且我也不建议你拿这个出去玩啦。对，相当于就是你被一个大联盟的投手投一颗快速4缝线。对，好，接下来的这个它是打压缩空气，对，我们也简称就是 PCP， 是压缩空气枪，打喇叭弹，打喇叭弹又是大部分的人不知道的一个区域了，因为大部分人会比较少了解到喇叭弹这个东西。从这边，那我为什么会用到它？其实是因为像这一把，那它的子弹比较大颗，对，那我们有时候在移除比较小的绿鬣蜥的时候，就变成如果你用大颗的打它，砰，就裂开了。对，那只蜥可能就会炸开。那因为喇叭弹很小颗，但它又很精准，因为它有膛线，所以说你只要很准的打到它的头，它一枪它就会掉下来了。对，打13可以这样。呵，试试看哦，打气球咯，好不好？好，先打右边的那一颗，它这个很准啊，我们距离没有很远，大概18、15左右。来，眼睛闭着打到，你信不信？来，眼睛闭着打。眼睛闭着打得到，我告诉你，因为只要瞄准、瞄住了就，我好像那种就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的那个狙击手哦，哎，不错，哎，3发3中，哎，是有准度的，对，这个的话，它就是稍微的属于需要管制的枪了。OK， 对，管制的枪其实就是鱼箭枪。鱼箭枪，空气压缩鱼箭枪，不是在水里面那种。因为我有看到你有一张我也有的东西。对，这个就是为了要怎么样？真的是为了要去申请的。有些人这是有执照的，而且这个是你要申请到这样执照，其实还没那么简单，对不对？家事清白，你也不能有案底。对。所以就是说你要脑子很清楚，你知道你在使用什么，你在做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真的要真枪上阵了。我可以来去跟你看看，来去看一下到底怎么样来移除这些外来种。也要再跟大家呼吁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不管养了任何的宠物，你养了什么东西，你就把它养到终老，好吗？对，不要你养一养你不喜欢的，你就把它丢出去了。
你知道丢出去，现在它的族群已经它是无辜的，它的族群已经扩大到已经危害到附近的农家啊、居民啊，那其实很危险。因为绿鬣蜥的尾巴是倒钩，然后它的身上还是有一些菌。对，所以其实是相当危险性的。因为在台湾已经有8000多种的外来危害种，对，不管是植物、动物，对，还有水生物，其实都有8000多。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商人或者是因为有利可图，对，没事不会去引进嘛。对，这就是目前我们台湾遇到一些问题。对啊，大家还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那我们来去找一下 ，Let's go。你好，所以是大哥委托你们，然后来这边，里面是有绿鬣蜥，是很多吗？有2大处特别多，一个是桃花心木森林园区，再来一个可爱动物园区。为什么他们会喜欢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它那边的树木都很那个密嘛。所以说呢，就是绿鬣蜥它喜欢栖息的地方啊，然后这2处就特别多啊。好啊，所以你就是之前也会对，因为在这边其实桃花心木它高嘛，是那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它这边以前算是个风水宝地，所以水质好啊，然后它树栖那高的状况下呢，桃花心木会非常多绿鬣蜥，你知道吗？因为它会吓到一些游客，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来的时候，绿鬣蜥很大呢。那个时候我们来的时候超级多，我们在光开车上面就在窜动。对，侏罗纪公园嘛，侏罗纪公园不是有一幕在大草原上面跑吗？对，它就是那个画面。真的假的？那个时候来是这么的多，这么对。其实你来移除，那我刚好来看生态，也蛮不错的，了解这个状况。3方面相配合嘛，哈。我看过绿鬣蜥的头像小子这么大的，哎呦，就看到头这么大的，那是恐龙吧？腮帮超大，恐龙吧？对，OK， 走吧，来，位于屏东潮州的森林乐园中，有许多树龄高达100年的桃花心木，这些树少说10公尺，高达甚至超过20公尺，也难怪变成它们最好的栖息地。这样真的找得到绿鬣蜥吗？以我之前在跟嘉义大学他们去打绿鬣蜥的经验，他们会在树梢，一定是在树梢的方向。那你看像现在，你就要往上面看，哇，这样看头会晕呢，但是好漂亮。找找看，爬上来。哪里？看到了！是，很大一只，他发现了。终于是小的。对。有够快的啦！大只哦。台湾第一点。我被他吓到有打到吗？没有，树上的那一只在哪里？先找，要再重找一次，因为它会躲。我可被吓到直接，而且它好快哦。哇，这个太难看。我看一下它在哪里啊？让我来找一下。这里来。看到，上去了，这里，这个跳过来，在那里，哇，上去了。哦，我兄，我有一把枪哦，你知道我很准的。他要跳了。换角度，它在最树顶啊。这里有一个角度，现在有一个角度，那个头就是了。打到，在，我下来了。有到吗？有飘吗？有在飘吗？在这里，对啊。对 ，nice。再深一点，我拉晕了啦。在这里。可以吗？你有看到它吗？找到了。我要找那只大的，刚刚有一只大的。你看，它刚刚从这边上，它在对面的，它一定在对面的叶片上面哦。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属于比较中小型的了啦。那如果再大一点的，很多，这是捞起来的。
中小型大概是这样子。这里是多到我们刚才车一到我们在转移阵地，我们从前面那区是什么区？刚其实那个只算是跟别的土地中间的一个交界处而已。那边是什么木？也是桃花心木？没有，那个地方也是，但是它原本是一个露营区，是露营区。那这一边呢？这边的木种是什么？这边也是桃花心木，也是桃花心木。对，但是这个地方是这个潮州这一块地里面，它现在属于一个露营区最多的。然后这是露营区之后，上面会有很多的绿叶系，所以说才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今天会来，是因为露营区就在他们正下方。万一从上面一个人掉下来，掉在你帐篷，会吓死。对，这些赔偿什么的，对园方来讲也是困扰。太多了，我们再来找找看，看这边还有哪里。OK， 走。哇，快来后退，来！走上，哦，大的，这里，大哥鱼这里。哦，你有抓？有够快的啦！大只哦，抓到！等一下他撞我。你不要咬到哦，不要，大只的。好 ，OK。哦天哪！小心。哦。这也太大只了吧！你可以抓。哦，等一下，我等会补。来，先绑了吗？先绑那个等会补好了。谢谢。哇，我们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轻轻的把它头踩住哈，只是为了固定。对这件事情。腿要踩，脚先绑，脚先绑。等会补，哎呦呀！OK， 好，可以。手往前哦。嘴巴先绑。对，嘴巴先。看它反咬，打开一点，从下往上。Nice， 眼睛盖起来。好，可以。Oh my god！ 哦，手，来这样子绑。你看哈，现在就已经到，你不要抓到，小心指甲，小心指甲。他们说实在的，我跟你讲，我看到他这样被绑 ，OK， 好了，我也觉得他蛮无辜的。对，我说实在的，我真的觉得他蛮无辜的。但是现在是这样子，你知道为什么吗？一个绑法，你这样子绑，他才可以呼吸。对，我们不会挡到他的嘴巴。对，他眼睛闭着，不要让他看到，然后脚不要固定，这样子是 OK 的。对啊，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之前在嘉义大学，对，也有去在嘉义那边移除过。他们那边那条叫什么溪啊？巴掌溪。它那河畔，你知道那洞里面，它挖出来全部是蛋呢。对，全是蛋。对，很扯。这是已经很大，而且这只颜色，其实说实在，在爬虫界来讲，我自己也养爬虫嘛，在爬虫界来讲，这个颜色算是漂亮的。对，是漂亮的。它有现在已经是公溪嘛，对，公溪嘛，这个有骨线嘛，对，它这就是在这个颜色就是在吸引这个异性，对啊，繁殖期。看它这个脱皮其实也是，对啊，哇，整片的，好怕哦！我都看到那种蛇皮我就怕。哦，这个其实也，但是你想哈，高啊，说实在的，你这只有150了吧？有啦，大锅啦，到尾了，稳钢大概45啦，稳钢41。稳钢大概也有个抓起来有一个，因为我们实际在那边去做量测，都是以嘴巴到肛门嘛。因为在嘉义那边应该也是这样子去做计算，才能计算它的。因为有时候尾巴长尾巴小，它不一定。对啊。其实我觉得你说绿鬣蜥无不无辜？它很无辜。你只要在当初养殖的人，你自己进口，你买了，你不要随便乱丢、乱野放的话，今天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说它无不无辜嘛？但是它在这个大自然界里面，它繁殖速度太快了。对，它繁殖速度已经快到在我们在私人地里面，它在私地里面，你说人家来露营来什么？你小孩被这个勾到，来，你仔细看一下，它这种，你看我的手，你看。它逆鳞的话是会刺的，它的逆鳞你被它绿鬣蜥要怕什么？绿鬣蜥不用怕它的嘴，绿鬣蜥要怕它这一条。有声音没有？看买啊不？就疼哎，你就过一下，不是你啊，不是你。这个，你小孩被它甩到，
我跟你讲，靠跟那枪啊，哪行哪靠。这个比小孩子大人在打小孩的还要，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对啊，而且蛮重的。好吧，来继续再移除。我看这边，你说这一区算是比较多的，为什么这一区比较多？因为这边它有个天然的环境啊。再来就这边也是有水源，旁边也是水源嘛。上水。有吗？在哪里？哦，看到，上面这里有个角度。这边还一只，给我，我跟你讲，在这里，那打开在这里，没有这里有一只，在这个的后面，我看到有绿的，哦，在后面是，对，那在后面，在后面，在这一区里面有一只 ，OK， 哦，小的哦，哇。这里，正上方头很大，真的很大。待完第一点。到，打，没到，没有，在那里，还在树上，它趴着。这只头很大，真的很大。达到了，它不动哎，很难哦，它在树的正后方，你要再把它让它移动一下才可以。有，下巴来，差一点，它晕了。你来这里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很好，打下巴，还有活过来了，下来了，哦，大，好大一只哦，把它弹起来，小心。好，等会不给我。你脚不要放哦，他会甩我。你不要甩到，然后不要甩到我会哭。这只太大了。哦，天哪，那么大哎！天哪，这个要是冲到人，其实，但我有时候看我还是觉得他蛮无辜的啦。说实在的，你只要不要弃养，这些都不会发生。好不好？你不要弃养它，哇塞！基本上，它本来就可以在你家好好。对啊，这个应该比豆哥高哦。没有吧？有，我不矮，好不好？这只太大了。这只我说实在的，你如果在它平常在跑，我不敢追。对啊，太大了，这随便一甩到沟道都蛮危险的。你知道我现在像什么？你知道吗？我好像我在看好莱坞电影里面，狙击手旁边不是都会有一个专门观测手嘛？对，我刚就像观测手在那边锁定那个目标，对不对？那我的视力算是好的，虽然说最近有点老花，但是我远视是很强。哦，你知道我在看那个啊，他远在那边，你们枪早就打到了，他就像好像被右勾拳、左勾拳一直揍到他就冲下，晕了，然后他才下来的。对。所以其实这个大小来讲，它在这个。我对绿鬣蜥的了解还不算多，但是这个大小已经其实蛮大的了。对，而且毕竟它交友数低。对，所以我们是弹丸大颗，像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渔光岛那边有讲到，我们是练习的时候用撞的方式把它撞到它就是晕眩之后掉下来之后再马上捕捉，这就是我们的一定的过程。那你们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一开始来到这边接到这个 case 的时候，这边真的是你一天可以打下来？我们那一次有一次白天大概48只，48，但不是48都那么大的，大的至少15到20。但其实还是要呼吁大家啦，我一直在呼吁大家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不要为了你一时的喜欢而去养了一个什么，等你哪一天失去兴趣了以后，你就反正大自然它可以，就丢出去。好，你的一个这样的动作，现在变成这样，这是一个生态的浩劫，而且除了浩劫以外，对绿鬣蜥本身，你当初喜欢的那个物种，它现在要遭受像这样子被撞晕的感觉，我们才能把它移除，把它带走。对，其实这我觉得都是一个不好的循环，所以回归到了源头，还是一个不要弃养，好吗？你只要养了，你就把它从头养到终老，这样就好了。对，好吗？好，感激不尽。
什么获得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